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每周照顾爬宠的时间。那这条惬意泡澡的白蛇就是我家爬宠目前资历最老的成员大白。那它看上去泡的是非常的舒服，其实一般蛇泡澡的时候，刚碰到水的时候都是比较闹腾的，那它也是一样的。但是泡舒服了也会安静的去享受。你看它一动不动的，那其实它是睡着了，因为蛇是没有眼睑的，所以在睡着的时候看上去像睁着眼睛一样。OK， 澡泡好了，也给它擦干了。为什么今天给它泡澡呢？可能细心的观众老爷们已经发现了，因为我一般是一周照顾一次，平时也不来看它。那今天照惯例过来看它的时候，发现它身上有那种干皮，就是应该要蜕皮了，有一点点卡皮的迹象。可能是因为太闷热，环境也稍微有点干，所以有这种卡皮的情况出现。所以就给它泡了个澡。那我房间里也开了空调，现在让它稍微凉快一会儿。但是记住，千万别在天气冷的时候这么干。主要杭州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种的植物都热枯的那种。好像这段时间哪里都热，晚上据说北极都32度了。那天气太热的时候，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爬虫情况，尤其是蛇类，要是不给它降温或者泡澡，那它们自己也会在水盆里。当然前提是你的水盆要足够大的话。大家可以猜猜看大白是什么个品系，我后面也会在评论区里揭晓答案。大白是一个超级温顺的一个小姐姐，她已经3岁了，非常的温顺，你看可以随便的摸，随便的跟她互动。那我一般每周也会跟她这样互动一下。当然因为养了很久，我对她的性格也非常了解，所以才能这么跟她互动。那经常有朋友会问，就是总是看别人家的蛇特别的温顺，自己的蛇却凶得要命，就想怎么样才能把蛇变得温顺一点。那么我觉得蛇的性格主要受3个方面的影响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蛇的物种，有的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凶猛，加上人工防御的时间比较长。性格方面呢，普遍也比较温顺，比如像玉米蛇、奶蛇之类的。那有的种类的蛇就普遍的凶悍，整天7个不服8个不忿的，比如像牛蛇白娘娘之类的。那当然不是说牛蛇白娘娘就没有温顺的，那有肯定是有，甚至玉米蛇中都有凶得要命的那种。那只是说在占比上来说，那可能没有像玉米蛇那么普遍。那为什么说同个物种之间也有脾气不一样的呢？那就是说第二个方面，就是个体的性格。很好理解，就和人一样，不同的人性格脾气也都不一样，那蛇也是如此。比如像大白，它从苗子开始就非常的温顺，比我其他的苗子都温顺，胆子也很大。苗子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怕人，那我的其他的苗子大部分也都比较胆小，你一靠近那就到处乱窜，你一伸手那就是扇你一口。但是即使这些看上去比较凶的苗子养久了，基本上也都比较温顺。那这就是第3个方面，就是成长的环境。这一点就比较复杂了。那比如说明亮的环境和黑暗的环境，安静的环境和嘈杂的环境，有丰容的环境还是单调的环境，甚至饲养容器的温度、湿度、大小、与人互动的频率等等，这些都会影响它的一个性格的变化。主要大部分也没有很好的科学依据，这里就不再展开细说了。那真有兴趣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或者是私信我。可能有细心的观众老爷们会发现，大白的鼻尖这里有一点碰伤的痕迹，不是很明显。主要是之前吧，我是用爬柜饲养它的，
大白长得也比较快，那个爬柜的盒子我还没来得及去更换，我以为大小还凑合，然后就发现大白一直在顶盒子，才把鼻子这边顶破了。我才发现盒子太小了，才给他放了个大的。那么他现在待的这个也是个暂时的，他的新的豪宅还在装修，等弄好了他就可以搬进去。新的也是个玻璃缸，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向大家展示的。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及时去观察爬虫的一些行为，如果发现它有一些异常的行为的话，那么就要及时调整，免得就是爬虫受到一些伤害。之前有一些粉丝会问，说自己想买那种饲养盒，但是大小不知道能否满足自己的家的这种蛇，就是那种黑色盖子的，塑料的，可以养小一点龟的那种。那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同款最大号的一个饲养盒，那我就做个对比。那左边这个是我之前养大白的爬盒，长宽的尺寸是在47厘米乘以27厘米。右边这个是我们要对比的这个大号的饲养盒，长宽的尺寸是在42厘米乘以26厘米。那其实两个盒子的大小都差不太多，右边的还比左边小一点点。那像大白这个成体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在里面是显得非常的拥挤的，因为它在蜷缩的状态下已经占据了这个盒子一半的空间，而且之前大白在顶盒子的这种行为也是用这个饲养盒，就左边这个饲养盒在饲养过程中才出现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个左边这个盒子其实对它来讲也是并不是合适的。那右边这个就更不用说了，它还比左边小一点点。我们把它放到右边这个盒子里面，可以看一下。那我现在把它放到右边的盒子里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右边的盒子里其实也是显得更加的拥挤，它已经基本是占据了整个盒子的空间，也无法伸展它的一个身体。所以大家要买这个饲养盒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就自己家的蛇，它的一个大小情况是怎么样的。那这种盒子肯定也会，让蛇会有一些顶盒的这种行为。那我们再从这里看一下，漂亮还是比较漂亮的这个盒子，但是这个盒子可以看到，它如果养猪鼻蛇的话是比较合适的。那我这条猪鼻蛇还是一个成体的个母蛇，因为母蛇比公蛇的体型要大很多，在成体的时候，所以说成体的母蛇都能合适，那更不用说是公蛇了。可以看得出，养猪鼻蛇应该还是比较好的。接下来的话就是清理这个鲨鱼系的饲养缸。这鲨鱼系饲养缸在之前视频其实我也有放出来过了，就用这个爬虫清洁的砂铲把砂纸上的一些脏东西给清掉。这边把面包虫之前吃剩的给倒掉，因为有些都死掉的，重新会换一盆新的面包虫给他们。这里也铲一下。这个清洁砂铲还是比较好用的，把沙子上的一些排泄物啊，还有一些面包虫的蜕掉的皮，可以把它铲掉。其实也不用铲特别干净，因为我是强迫症，所以我是想把它铲干净一点。这样的话就不用去补充这个沙，这沙也基本上不会用完的，而且这样比较干净，打理起来也比较方便。这也是沙漠物种的一个好处。然后有一些这些脏的东西，一些排泄物，它可能会在一些边边角角里面，这个用这个砂铲是不好去清理的。
这个就只能用镊子一点一点的给它夹出来，这就是比较辛苦。你也可以不去清理，但问题也不大就是我有强迫症，因为看了就不好看嘛，就去清理一下。那先把这个面包虫的这个食盆给它塞进沙子里，把它弄到下面一点。我就习惯性的把它会往下按一下，这样的话它们能够得着。那其实你不按也能够得着，习惯。这里有一些脏的东西，把它清理掉。然后他们这个水盆的水啊，其实1周基本上就耗差不多，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，就给它每周补1次，基本上也够用。清理好鲨鱼系的缸，我们就来看一看大白装修中的豪宅。然后这个就是给大白住的饲养缸，还在造景，等弄好了就让它搬进去。其实还有其他的缸，但今天就先不拍了，下期我再给大家展示。毕竟这一期的主角是大白嘛。那么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